大家好，我是 Melody， 欢迎来到我的频道。这2周的美股真的只能用一个字形容：猛。标普和纳指连续刷新历史新高，很多朋友最近打开账户，应该都是一种幸福的烦恼。一边是收益率不断创新高，一边又开始担心，现在是不是太热了？好多人戏称，每天都活在上涨的恐惧中。其实这种恐高症很正常，因为市场越疯狂，人越容易失去判断。就连巴菲特在刚结束的2026年股东大会上，也再次提醒大家，现在很多市场行为已经越来越像赌场。话不多说，先来看一下上周实盘。上周我的账户上涨了 1.7%， 目前总资产来到了 16.1 万美元，累计盈利超过6万。这里也给新来的朋友简单介绍一下，这个账户最初的本金是10万，从2023年6月开始我分批投入，到现在差不多快3年了。这一路我没有做短线，也没有追热点，只是持续买入，然后耐心持有。每周公开真实盈亏，其实也想让大家看到，长期投资很多时候并不需要做太多，反而需要少操作。刚刚过去的4月，美股的反弹力度非常惊人，标普500单月上涨接近 10%， 创下了几年最强的一次月度表现。而我的账户4月单月上涨超过了 8.98%， 从2023年6月到现在，整个公开账户累计收益率已经来到了 80.36%， 年化收益率大概是 22.8%， 目前还是跑赢了大盘。能取得这样的收益，大家可能以为我做了很多高难度的操作，但大家会发现我的持仓其实非常简单，整个公开账户一直只有4个标的 VOO、QQQ、特斯拉还有台积电，没有高抛低吸，也没有短线交易。这3年来我基本坚持只买不卖，到现在一股都没有减持过。目前账户还有 1.3 万现金，接下来我还是会继续分批加仓特斯拉和台积电。另外也和大家聊聊我的非公开账户。今年1月我开始建仓谷歌和英伟达，前阵子因为中东局势市场调整得很厉害，很多人恐慌离场的时候，我反而加仓了16次。具体的加仓时间和价格，我在4月23日的那期节目里有详细说明，大家如果有兴趣可以回看那期节目。这听起来好像操作很频繁，但其实这些都是在左侧下跌时，按照我预先设定的目标价机械执行的，没有什么情绪干扰。在长期投资里，很重要的一件事就是你要提前想清楚自己到底买的是什么，你想以什么价格去买。现在回头看，这些加仓都带来了不错的回报。目前台积电依然是我的收益冠军，持有2年多，涨幅已经超过了 180%。 特斯拉还是我的第一大重仓股，占比超过 30%。 而谷歌则是今年最大的惊喜，从1月建仓到现在，涨幅已经超过了 26%。 在这个信息爆炸的时代，对于长期投资者来说，其实 90% 以上都是噪音。我这些年越来越不想知道更多，也不想预测未来。我真正追求的是少被过量信息干扰，因为市场里最贵的东西从来不是错误，而是情绪。我平时有一个很简单的4步信息过滤原则，就是第一，只看已经发生的事实，不为预测买单。市场每天都有人在预测降息、预测衰退、预测暴涨，但预测本身不产生现金流。真正重要的是企业有没有赚到钱，订单有没有增长，这个才是事实。第二，只看和我持仓有关的信息，不被无关的热点牵着走。比如我不持有存储芯片股，那闪迪、美光昨天暴涨 15%， 其实和我关系并不大。我不做短线，也不是全职交易员，我只是一个普通的长期投资者，所以我不需要关注每一条新闻。在宏观方面，我只盯2个关键锚点：10年期美债收益率和 VIX 恐慌指数，不看宏观小作文。10年期美债收益率它代表的是资金成本，是价值锚。VIX 恐慌指数它代表市场情绪。只要这2个东西没有出现异常波动，很多所谓的大新闻最后都只是噪音。
2个多月以前，伊朗战争突然爆发，恐慌指数飙升，市场剧烈波动时，我才开始研究战争对美股带来的影响。研究以后决定逢低加仓。后来关于战争的各种消息反复出现，但是没有再对股市产生太大的影响的时候，我就不怎么关注这方面的新闻了。最后在宏观上，我真正长期观察的其实只有一件事：企业的护城河有没有被动摇。因为长期收益本质上来自优秀企业持续创造现金流的能力。所以回到现在的市场，我觉得市场其实正在发生一个很重要的变化。过去2年大家炒的是 AI 预期，现在市场开始看 AI 到底能不能赚钱，这是完全不同的阶段。最近谷歌、亚马逊这些科技巨头的财报其实已经很明确了，企业客户真的是在付费， token 计费在增长，算力租赁在增长。也就是说 AI 不再只是一个故事，它开始进入真正的回报兑现阶段。这些科技巨头疯狂投入 AI 资本支出，最后会溢出到整个上游产业链，包括 CPU 存储芯片。最近英特尔、闪迪、美光、三星、海力士这些芯片股的暴涨就是这种溢出效应的体现。所以你会发现很多半导体公司的业绩现在已经不只是在讲未来，而是开始兑现。这就是为什么我认为这轮行情背后其实也有一定的真实盈利支撑，它不完全是空中楼阁。但与此同时，市场噪音也从来没有消失过。今天讨论降息，明天讨论美联储新主席，后天又讨论中东局势，还时不时会发布一些经济数据。现在也有很多声音拿这次的 AI 基建狂热跟2000年互联网泡沫破裂前夕相比较，很多人每天被这些信息牵动着神经。但我会问自己，10年期美债收益率有失控吗？ VIX 恐慌指数有上升吗？如果没有，那很多宏观叙事和预测其实只是情绪波动。长期投资者不需要被这些噪音和情绪影响，我们要做的是控制风险。即使将来账户的资产下跌50%，我们也不会恐慌抛售，也不会让下跌影响到日常生活。所以说说我自己的操作，最近美股的大涨，我认为核心原因就是 AI 变现能力进一步被验证。但与此同时，市场疯魔情绪也越来越明显，很多人开始担心，再不上车是不是晚了？可问题是，好公司不一定永远是好价格，这一点特别重要。所以我现在的策略其实很简单，每月继续定投大盘 ETF， 但停止主动加仓个股。目前我的定投比例是 VOO、QQQ、GLD， 大概是2:1:1。配置黄金 ETF 是因为我看好黄金的长期的避险价值，而重仓 VOO 和 QQQ 是我觉得 AI 最终带来的红利会反映在整个指数增长里。大盘指数定投是可以不择时也不用等低价的。在市场疯魔情绪蔓延的时候，定投大盘指数更加保险，没必要冒着巨大的波动去赌单一个股。所以像特斯拉、台积电、谷歌和英伟达，我现在都暂停主动加仓。不是因为公司不好，而是因为目前的价格已经提前透支了一部分未来预期，而且离我的目标加仓价还有点远。我是一个左侧交易者，加仓价只参考2个指标，200日均线和我的持仓均价。我会耐心的等到他们大跌的时候再加仓。这次巴菲特股东大会有几句话我特别有感触。他说现在的市场很像附带赌场的教堂，我觉得这个形容太准确了。很多人表面在投资，其实是在赌博。尤其现在短期期权交易越来越疯狂，大家追求的不是企业价值，而是情绪刺激。但真正长期有效的投资往往都很简单，克制、耐心、等待。世界永远充满诱惑，但不是每一次上涨都属于你。真正重要的是要在自己看得懂、价格又合理的时候再出手。我觉得投资最深层的意义，它不是为了暴富，也不是为了每天紧盯市场，而是为了让自己的人生更从容、更自由，有更多的选择权。最后，我想跟大家分享一句话，也是我这个频道想要传达的理念：极简投资，活在当下，把波动还给市场，把生活留给自己。
无论是投资还是工作，其实最终都是为了生活。这一周的节目推迟了2天才做，是因为我刚刚经历了兄长的突然离世。我回家乡参加了他的葬礼，他去年才刚刚退休。上次见到他的时候，还在畅想退休后的生活。没想到人生就是这样，明天和意外，你永远不知道哪个会先来。我们不能本末倒置，把大量的精力和情绪浪费在股市的喧嚣和波动里面，应该把多点的时间留给自己，留给家人，这些才能给我们带来真正的幸福。正是因为看过了生离死别，我才更深刻地体会到，投资的终极目标不是数字的增长，而是它能给我们的生活换取多少自由的时光。好啦，这期节目就到这里，祝大家周末愉快。最后温馨提醒，本视频内容仅为个人实盘记录，不构成任何投资建议，股市有风险，入市需谨慎，请大家一定要独立思考，为自己的钱包负责。感谢收看，我们下周见，拜拜。